之前我们讲了国产 KO 奥特曼的编年史前一部分，今天我们从2023年继续讲起。就在阳历第一天，不知道是哪个厂子出了一个卡尔米拉，定价120，比 WD 还要贵一些，但是呢，数字产不准度特别的糊，涂装还全是歪的。过年前几天 WD 出了一个贝塔冲击，身体还能看，头数模比暗耀欧布还要离谱。年后精雕出了一个黑暗特利迦，比起正版呢是要放大了5%左右。主体除了胯部有缝之外没有啥大病，武器给了3把用软胶做的不还原，而且偷色很严重。随后 KO 出了第一个怪兽戈尔战，定价110，尾巴改上了球员关节，除了指甲涂装之外，其他地方竟然意外的还可以，所以说大家都觉得 KO 就适合做怪兽。之后 WD 又出了一个强力型底价，不过就是同盟幻射的复合型，配件倒是和万代的一样。同盟幻射当然是爽的，他又出了一个野性赛罗，当然就是基础形态呢直接同盟换色，配件都没有改。当然万代当时也没有出，就是下半身的银色线条涂过了不还原。当时市面上有很多的 X 了嘛，所以说就出了一个配件包，不知道哪个厂子的运输盒竟然也有还原，我只试过安装在 WD 上面是完全不合适的。后来做卡尔米拉的那个厂子呢，又出了一个 KO 的隔离桥，因为造型比较简单嘛，所以说除了眼睛之外呢，勉强还能看。有意思的是，唯二的这2个 KO 女奥特曼都是这段时间出的，而且就这2个在降价之前呢就断货至今了。其余的奥特曼断货了都会很快再版，而且在拼多多上可以轻松的以原价5-6折的价格购入，而且现在赶上了拼多多马年年货大促，还能再便宜不少。同时活动期间还能够1元秒杀万代去年新出的高达阿吉飞翼零式，刚好还没来得及购入，这次得好好的尝尝了。作为目前最新已出货的重返阿吉高达，这次的数字表现呢值得一试。如果你也想1元抢到的话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，或者是看置顶的评论，这是我为大家申请的一批粉丝优先抢名额，不仅可以1元抢飞翼，还能够领质检的优惠券，难得的机会可以试试。当时正版的奥特曼就几十个，没什么可翻的了。结果有厂子翻了手艺人的梦比欧斯，数字自然产不忍睹，还要卖1张多点。然后出了不到1个月，万代的也出货，被背刺麻了。那 Q 没活了怎么办？继续翻昭和奥呗。不过这个 Q 杰克吧，脑门像是被骑扁了，然后浑身的关节看着和树体完全不匹配呀。配件倒是还原的很好，不过100块还把侧体给阉割了。而且从这款开始之后，你买一个 Q 奥特曼呢，基本上都会送一个披风。到了暑假，精雕的绝唱救急接的惊艳到我了。除了左肩膀露凸，窥视孔涂的太靠上，嘴巴有核膜线，其他地方呢完全没毛病。随后出现了一个雷欧厂，他家的东西呢很有特点，会给你装好红灯。第一款做的泰达斯，除了涂装有点拉之外，其他地方呢完全没毛病。不知名厂出了一个巴尔坦，浑身关节很拉，涂装也很一般，其他地方倒是没啥毛病。23年最后一款，这是雷欧厂的雷欧，这又是打响他家名声的一款产品。不过素质不如泰达斯，胸甲是歪的，胯部正面有核膜线。24年刚开年又是雷欧厂出了2个版本的赛文，除了缩模大概有10%之外没啥毛病。至于25年4月份的时候又重新开模了一个大个头版的，缩模不会太明显了，但是胳膊肘会开裂。年前他又出了一个布莱克王，除了关节松没啥毛病。同时还有一个厂出了之盾，目前 KO 有很多版本的之盾，只有这一个出版的是质量很好的，其他的都很一般。这个除了肩膀断层没啥毛病。过完年之后 KO 杰克换了赛文的关节再版了，而25年呢又再版了2次，都是换成雷欧的关节，数值惨不忍睹，而且还是红色的，所以买了之后又把它重涂成了红手套版本。终极闪耀赛罗没玩过不评价，反正有人说很好，有人说很烂。夏天的时候怪兽突然爆发了，首先是3个带地台的外星人，除了这个剧中版的巴尔坦数值还行之外，其他的2款呢浑身群关节特别的难受。KO 甲骨拉除了头小之外，其他地方还可以，关节偏紧。比较惊喜的是各版本的配件都给齐了。哥莫拉很有意思，它的断脚替换键呢竟然塞到了嗓子眼里面，所以说很多人都找不到。火球之盾比起光纤版的数值要差了很多。既然巴尔坦有了分身套装也是会安排上的，虽然说价格只要正版的1/10，但是也要2张多呢。邪恶特利迦浑身没有刻线，可能是想着同盟幻射真理形态，可惜头和腰缩模太严重了卖不出去，所以说呢没有后续了。随后从阿斯特拉开始，雷欧厂的缩模程度又减轻了很多，本以为这个厂子又好起来了，但没想到接下来出了一个泰罗，数值拉到单看造型可以说是 Q 垫底里的存在了。同一时间牛皮纸厂出了一个泰罗，数值不比万代差太多，左 KO 右万代效果确实不错。年底雷欧厂出了佐菲，关节还原万代，但不知为何25年再版也换成了雷欧的关节。25春节前雷欧厂又出了一个艾斯，除了肩膀断层以及有腿外拐之外还可以。随后的复修护肤再版之前讲过了嘛，披风啥的都不多赘述了。下半年 BO 厂出了超越 X， 头有缝腰缩模了。剧中版布莱克王增加了地台，还有做旧涂装，浑身的关节呢则是不松了。庞顿腰缩模了，关节容易脱出，到时候需要重新给它涂一下做旧，太素了。希波利特星人外观没问题，但是关节很松，估计是看到昭和奥出齐了，又出了一个 Q 的梦比尤斯，这次是造反的万代了，但不知道强行套到哪个奥特曼的关节，所以说数值并不好。这次牛皮纸厂又出了一个艾斯，数值一如既往的好，不过1年1个也太慢了吧。
最后一款呢，则是把两个版本精准融合在一起的配置，数字算是仅次于出版了。接下来的26年有很多的新品，比如说欧布猛4王，就期待一下吧。